嗯，海童一时间不好接话了。用宁云初的话说，他当初觉得何占印不配是家世问题，而宁云初却是身体健康的问题。沉默了一会儿后，海童安慰的道：云初，你的眼睛会好的，奕晨也会帮你请最好的医生帮你医治眼睛的。那现在战奕晨就去了 A 市，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宁云初很快就甩开了自己的忧郁，换上了惯有的微笑，对海童说道：海童，我们不聊这些了。奕晨出差时间若是能长一点更好，我们等于分开一段时间，彼此冷静冷静，说不定他会放弃的。说不喜欢战奕晨那是假的，但让他接受他，云初始终是有心结，总觉得自己一个瞎子，配不上那么优秀的战二少爷。他应该娶一个更加优秀的女人为妻的。海童说道，除非奕晨没有动真心，否则他都不会放弃你的。小姨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洋洋忽然插了一句话进来。小孩子在一个没有玩具、没有玩乐的地方是待不久的。洋洋也一样。云姨这里的花啊，小家伙都欣赏过了。略作片刻，他就想离开。云初笑道：洋洋觉得云姨这里不好玩吗？是不好玩。洋洋老实的道。海童也笑道：他没有带着玩具出门，待不住。云初，你先忙，我带他回去。行。云初起身相送，送着姨甥俩出店。云初，不用送了，你回店里去，我们走了。云姨再见了。洋洋向云初说了句再见的话，便自己爬上了车后座，自己坐好，就也会自己系上安全带。云初含笑地挥着手。海童送洋洋回姐姐的身边，又在姐姐的租房里闲聊了片刻，才离开。海童刚走，陆东明就来了。他捧着鲜花站在租房门口，还理了理自己的衣衫，这才抬手敲门。海玲在包着饺子，听到敲门声，对儿子说道：洋洋，你去看看是谁。认识的人在开门。洋洋应了一声，搬着一张小凳子走过去，把小凳子放在地上，他站在凳子上，透过猫眼看到站在门口的人是陆东明。他马上跳下凳子，把凳子移开后，才踮着脚开门。洋洋，是谁？海玲问道。陆叔叔。洋洋边答着边开门。陆叔叔。门一开，洋洋就快乐地小跑2步，一把搂抱住陆东明的腿。陆东明腾出一只手抱起了他，笑容满面。洋洋在家呀，陆叔叔以为你在你小姨那里。小姨送我回来的，小姨晚上没空啊。哎，陆叔叔，你不用上班吗？洋洋稚气地问道。姨丈天天都要上班的，只有周末才能休息。怎么陆叔叔天天都有时间过来，不用上班？陆东明抱着洋洋进屋，顺手关上了租房的门，笑着回答小家伙的问题。陆叔叔是老板，不想上班就不上班，没有人能管得到陆叔叔，也不用担心被人扣工资。洋洋哦了一声，随即又说道：可是我姨丈也是当老板的呀，为什么我姨丈天天都要上班？陆东明，你姨丈的公司比陆叔叔的更大一点，他的事情更多一点，所以就要天天上班。洋洋信服了，就陆东明放下他。小萌娃总会有10万个为什么呢？反应不快，容易被问住。海玲。陆东明抱着花束走到海玲的面前，他看海玲的眼神深情，那把花束递给海玲。陆总，我不喜欢花束，请你下次不要再送了好吗？海玲无奈地道。就他拒了很多次，陆东明还是送来。陆东明见他不接过花束，便自己找了个花瓶，把花束插进花瓶里，嘴上说道：我觉得空着手过来不好看，就买了束花，不贵的，很便宜的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啊。陆叔叔，你为什么给我妈妈送花，不给我送花呢？我很喜欢花呀。小家伙在一旁说道。洋洋。海玲叫了儿子一声。陆东明笑道：是陆叔叔疏忽了，下次陆叔叔也给我们洋洋准备一束花。
洋洋的视线在陆东明和妈妈的身上来回转，有点懂又不懂。爸爸告诉他，陆叔叔是想和他抢妈妈，要是妈妈被陆叔叔抢走了，以后他就是个没有人疼爱的孩子了。洋洋不相信爸爸说的话，哎，陆叔叔明明对他很好呀，怎么会跟他抢妈妈吗？陆叔叔只说过要加入他和妈妈的家，并没有说要抢走妈妈，不让妈妈疼爱他呀。爸爸还跟他说，只要陆叔叔来找妈妈，就让他打电话给爸爸，就爸爸会过来帮他保护好妈妈的。洋洋在纠结着，他要不要打电话给爸爸呢？妈妈，我想跟小姨通电话。洋洋忽然提出要求。海玲包完了一只饺子后说道，你小姨刚把你送回来。哎，你又要和你小姨通电话了？我就是想和小姨通电话。海玲拿他没法，掏出手机递给他，说道，你小姨忙，你别和你小姨聊太久。洋洋接过手机后，抱着手机躲进房间去了。陆东明笑道，洋洋越来越古灵精怪了，跟他小姨通电话还要躲进房间去。他洗干净了手，过来帮着海玲包饺子。陆总，不用你帮忙，你坐着喝杯水。海玲想阻止陆东明帮忙，陆东明已经动手包饺子了。他说道，我不渴，知道你下午都是在包饺子的，我忙完了，有空就过来帮你包饺子，这样你也不用那么累。别看他是个大老粗，他也是个会包饺子的人。那陆东明坚持要帮忙，海玲也不好把他赶出去。他说陆总，我跟你说的很清楚的了，我现在不考虑嫁人，对陆总也没有想法。陆总老是过来，让我很难做的。陆太太知道了又得来找他，就让他退租搬离，甚至叫他离开管城。海玲，我不要求你现在就接纳我，我也不逼你，就是想看看你。你不用有心理压力，你喜欢我呀，就接收我；不喜欢我，我们就这样做一辈子的朋友，不用管我妈说什么。我妈做不了我的主，你也别想着搬离，更不必离开管城。海玲和陆太太的谈话，海玲是一句话都没有告诉陆东明，不过陆东明还是从母亲那里知道了。知道母亲竟然让海玲退租搬离，甚至想让海玲带着洋洋离开管城。陆东明气得跟母亲大吵一架，那陆太太气啊，陆东明也气啊。总之呢，母子俩谁也不让谁，谁也不死心，不肯放手。海玲看了陆东明一眼，又忙他的，嘴上说道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我不会牺牲那么多的。那陆东明笑，他就喜欢这样的海玲。拿着手机进了房间的洋洋打通了海彤的电话，就他知道妈妈的通讯录第一个号码就是小姨的。海彤很快就接听了电话。姐，怎么了？海彤以为是姐姐打给他的。小姨，是我洋洋。听到外甥稚嫩的童音，海彤笑道，是洋洋呀？洋洋自己打电话给小姨的吗？是的，我跟妈妈拿了手机，躲进房里和小姨通电话。洋洋想和小姨说什么呀？小家伙居然躲进房间给他打电话。海彤也觉得外甥是越来越古灵精怪了，就跟着武馆老师学武功，也让洋洋胆子大了很多。小小年纪能说会道的，越来越讨人喜欢。小姨，陆叔叔又来了。陆叔叔不是天天都去吗？据他所知，陆东明是天天都要去找他姐姐的。洋洋答道，是天天来，但是爸爸跟我说，陆叔叔是来和洋洋抢妈妈的。爸爸说，只要陆叔叔来了，就让我打电话给他。听了外甥的话，海彤在心里骂了周红林几句。周红林和姐姐一离婚，就迫不及待地娶了叶佳妮为妻。现在他们夫妻俩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他们的孩子出生。他姐姐有人追求了，那周红林呢，却一心想搞破坏，就许他重新结婚，不许他姐姐再嫁吗？不管他姐想不想再嫁，周红林这样教着洋洋，
就显得他心眼小。渣男就是渣男啊，总是改变不了他渣的本色。啊，小姨，你说我要不要打电话给爸爸？洋洋问着海童。他最信任的人就是妈妈和小姨，这样的问题他不敢问妈妈，因为妈妈和爸爸分开了。那他现在懂什么叫做离婚的了，所以他只能问小姨了。哎，洋洋觉得陆叔叔是来和你抢妈妈的吗？海童反问着外甥。洋洋想了想后，老实的答道：陆叔叔上次和我说，他是来加入我和妈妈的，陆叔叔不是坏人。既然洋洋觉得陆叔叔不是来和你抢妈妈的，就不用管你爸爸说什么。爸爸为什么要那样说？海童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你爸爸是心理不平衡，你不用管他，只要你和你妈妈不讨厌陆叔叔就行。陆叔叔对你好不好？好，很好。孩子的心灵是纯净的，尽管他们的年纪很小，但是谁对他们真心好，还是假意的，他们心里清楚得很。只是有时候他们因为受年龄限制，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。陆东明最先关注到的就是洋洋这个孩子，他也是真的喜欢洋洋，以前总想着抱一抱。那时候的洋洋还小一点，也怕他脸上的刀疤，不要他抱，就慢慢熟悉了，他才能如愿的抱到洋洋。因为喜欢洋洋，才会关注着母子俩，渐渐的爱上海玲这个洋洋的妈妈。陆叔叔对洋洋那么好，那么喜欢洋洋，他怎么舍得抢走洋洋的妈妈？所以相信你陆叔叔，他只会和妈妈一起疼爱着洋洋，不会和洋洋抢走妈妈的。洋洋放心了，他说道：小姨，那我不打电话给爸爸了。爸爸呢，总是说陆叔叔不好，说陆叔叔是个坏蛋。明明陆叔叔那么好，都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说陆叔叔是坏蛋。那陆叔叔陪伴他比爸爸陪伴他的时间更长。爸爸总是陪着叶阿姨，叶阿姨不喜欢他。爸爸想陪他的时候，叶阿姨就会说肚子痛，然后爸爸就会把他撇下，赶紧带着叶阿姨走了。陆叔叔就不一样了，陆叔叔说陪他就是陪他，答应过给他买东西也从不食言，不像爸爸。洋洋，你渐渐长大，要慢慢的学会自我辨识好与坏。你爸爸虽是你爸爸，但他说的话，他对一个人的评价不一定是真实的，就他会带着他的私心去评价陆叔叔。你不用管你爸爸说陆叔叔怎么坏怎么坏，只要你觉得陆叔叔是好人，对你和妈妈都很好就足够。洋洋老气横秋地道，我也是这样跟爸爸说的。我说陆叔叔不是坏人，爸爸还很生气的样子。海童又在心里把周红林骂了几百遍。幸好呢，洋洋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周红林陪伴洋洋的时间也很少，洋洋没有被周红林教坏。小姨，我不打电话给爸爸了。小姨，没事了，你忙吧，我挂电话了。小家伙从小姨这里得到了答案后，很快就挂了电话，然后他就爬上床，坐在床上点开了浏览器，再点开那些视频来看，熟练得很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玩手机的老手了。海玲在外面见儿子长时间不出来，马上想到了儿子会玩手机，他叫喊着：洋洋，你还没有打完电话吗？打完电话了，把手机还给妈妈。洋洋没有回应。海玲起身朝房间走去，推开了房门，看到小家伙爬在床上，开着小风扇，就刷着视频，还时不时在哈哈笑。洋洋，海玲大步走进去，伸手抢回了手机。洋洋坐起来，抬头看着妈妈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，他怯怯的道：妈妈，我才玩了一会儿，刚才我真的是和小姨通电话。海玲边把手机揣回裤兜里，边把他抱下床，说他以后和你小姨通电话都要在妈妈面前，就不能再躲回房里，一不注意就被小家伙玩到手机了。洋洋边往外走边小声嘀咕：我和小姨也有悄悄话要说的，悄悄话不能让妈妈听到。海玲哭笑不得：哎，这小子是越来越像个小大人了，
妈妈也经常玩手机，为什么洋洋不能玩？洋洋问了句。海玲一瞪他，他马上就小跑到陆东明的身边，躲在陆东明的身旁，还搂抱着陆东明的腿，分明就是把陆东明当成了靠山呀。洋洋把陆东明当成了靠山，他这个信任的举动逗乐了陆东明，他笑咧了嘴，让海玲哭笑不得。陆叔叔，妈妈瞪我。洋洋还会告状呢。陆东明笑着抱起了洋洋，问他：“你找找原因，妈妈为什么瞪你啊？”陆叔叔这么大个人站在这里，你妈妈都不瞪你，却瞪你小小人儿，是啥原因？海玲走过来，洋洋看着妈妈，很老实的道：“我打完电话给小姨后，就玩手机，妈妈抢走了洋洋的手机，那不是你的手机，是妈妈的手机。”洋洋闪烁着大眼睛，不敢争辩，因为手机的确是妈妈的。我说妈妈可以玩手机，洋洋为什么不能玩？妈妈就瞪我了。洋洋越说越小声，小家伙也知道玩手机是不对的。陆东明温和地道：“洋洋还小，老是玩手机会伤眼睛，近视的。妈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妈妈平时也不是玩手机，她是要用手机和别人沟通。”洋洋不说话，半晌他问陆叔叔：“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玩手机？”“偶尔可以玩个10分钟，当然了，最好就不玩，你可以看看书，可以玩你的积木。陆叔叔送给你的积木你都拼好了是吧？”“下次陆叔叔过来再给你买几套积木吧。”洋洋点头：“好吧。”他挣扎着从陆东明的怀里滑下地，绕过桌子走回到海玲的身边，一把抱住海玲的腿，扬起俊俏的小脸对海玲说道：“妈妈。”洋洋知道错了，以后不偷偷玩手机了。海玲蹲下身去拥抱了一下儿子：“妈妈不生气了，原谅洋洋了。”洋洋也搂抱着海玲：“妈妈，我好喜欢你哦。”海玲笑：“妈妈也好喜欢洋洋。去玩吧，妈妈还要把这些饺子包完。”洋洋松开了妈妈，自己去玩玩具了。海玲站起来看了看儿子后，继续包他的饺子。就陆东明边帮他包饺子，边说道：“洋洋被你教得很好呀，孩子的教育就要从小抓起。洋洋是个幸福的孩子，有那么多人宠着他。若是我不抓紧教育，他会被宠坏的。”陆东明笑道：“洋洋讨人喜欢，人见人爱的，大家看到他是不由自主就想宠着他。不过他犯了错，我们大家也会及时纠正，并适当的对他进行教育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把他宠坏的哈。”海玲看他两眼，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现在他身边的人都是家庭条件极好，接受过高等教育又修养极好的人。他们对洋洋的确是宠而不腻。那陆东明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包好了一只饺子，才掏出手机接听电话。陆东明，你又去哪里了？那手机里呢，传出了陆太太的质问声。啊，陆东明蹙了蹙眉，有事吗？我问你去哪里了？妈就在你公司，在你的办公室里，上班时间。你不在办公室，不在公司，你跑到哪里去？别告诉我你出去谈生意。哎，你的秘书都还在这里，你是不是又跑去找海玲了？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海玲不适合你，她是个离婚女人，她还有个3岁的孩子，那个孩子还是儿子，你乐意帮别人养儿子，妈不乐意当便宜奶奶。你帮别人养大儿子，还要给他买房买车，娶儿媳妇，人家的亲爸什么都不用出，还会笑你是个大冤种。陆东明，管城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，你随便挑一个不比海玲好。陆太太是真被儿子气死，就怎么说都不听，就他说的话也就越来越难听了。陆东明沉声说道：“我的事不用妈操心，我的人生我做主，我不是我的哥哥们。”说完，他直接挂断了母亲的电话。就那边的陆太太被气得半死，她在陆东明的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着，秘书小心地看着她，大气都不敢喘。陆太太来回走动了几次后，
走回到沙发前，挽起了自己的包，对秘书说道：“你忙吧，我走了啊。”秘书恭敬的道：“我送太太下楼。”陆太太边往外走边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秘书还是送她到电梯口，看着陆太太进了电梯，电梯门关上了，秘书才往回走，然后赶紧给陆东明发信息：“陆总，你母上大人可能去找你了。”陆太太怒气冲冲的样子，分明就是不罢休。秘书敢说，就陆太太肯定是去海小姐那里找他们总裁了。陆东明追求海玲的事，那现在整个陆氏集团的人都知道了，大家都是大吃一惊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偏偏却是真的呀。有些人经常去任你食吃早餐，知道海玲瘦身成功，瘦身后的海玲变得漂亮，气质也不错，他们觉得陆总会喜欢海玲一点也不奇怪。虽说海玲离过婚，还有个3岁大的儿子，她身上有着少妇的成熟韵味，为她添了几分的魅力。陆总经常与海玲接触，会喜欢上海玲很正常。陆东明收到秘书的消息后，在心里计算着母亲真找到这里来需要多少时间。为了不让母亲当着海玲的面说难听的话，陆东明在母亲快到的时候，他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啊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”海玲心知肚明，从他和陆太太谈过后，拒绝了陆太太的要求，不愿意带着儿子悄然离开管城之后，只要陆东明来找他，不久后，陆太太的电话都会杀到，就有时候呢，陆太太本人也会杀到这里来。虽然陆太太对海玲还是客客气气的，并没有当着海玲的面辱骂过海玲，那海玲却知道陆东明和母亲通电话时，陆太太在电话里说过不少难听的话，她从陆东明那张黑脸就能猜到几分，无非就是说她是个离婚女人，有个3岁的儿子，配不上陆东明。陆总去忙吧。海玲并没有送陆东明出去，陆东明洗干净手后，还去抱了抱洋洋，才不舍得离开。那等他走后呢，海玲问儿子：“洋洋，我们换一个地方住好不好？换一个没有出入卡，没有小区里的人带着，就不能进入小区的那种高档小区。就他现在也租得起那样的房子，这样没有他的带领，又没有出入卡，陆东明就不能再来他的家。他终究是走上了逃避的第一步。”洋洋不解地问着：“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换一个地方住？”他跟妈妈在这里住了大半年吧，就也习惯了。海玲扯了个谎，说道：“洋洋9月份要上幼儿园了，这里离洋洋上的幼儿园有点远，我们就搬去离幼儿园很近的地方住着，那样方便妈妈送洋洋上幼儿园。3岁大的孩子能有什么意见啊？”海玲这样一说，洋洋便点头了。于是海玲打电话给中介，把自己租房的要求告诉了中介，让中介给他介绍一套房子，他要换租房。买房的话不着急，慢慢看看合适了再买也不迟。况且呢，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先供儿子上学，洋洋上的是管城最好的幼儿园，1年的学费就要10几20万的。那他离婚的时候，从周红林那里分到了一笔钱，拿出了部分投入到任你时。虽说任你时生意好，能让他赚到钱，但他也买了车，扣除了买车的钱，任你时赚到的钱呢，还没有回本的。再累1个月就能回本并盈利了。海玲想等儿子上小学，确定儿子在哪里上小学，再考虑买房的事，最好就能买在小学与中学之间的地区，那样才方便。这边海玲让房产中介帮他找房子，那边的陆东明刚走出公寓大楼，就看到母亲从车上走下来。他庆幸自己计算时间准确，能够成功的拦住母亲，不让母亲出现在海玲面前。东明，陆太太走过来，伸手就拉陆东明的手臂：“走，跟妈走一趟。”“去哪里？”陆太太边拉着儿子走边说道：“妈在来的路上，跟你方姨聊了聊，
你方姨认识有合适的女孩子，介绍给你认识，你现在给我相亲去。陆东明甩开了母亲的手，停下脚步，严肃地道：妈，你要我说多少次？我的婚姻，我做主，不需要你和我爸插手。陆东明，我也告诉你，我说话算话，除非天下红雨，否则我都不会同意你和海玲在一起的。你看看你做了多少事，海玲心动吗？她不心动，她不喜欢你，你老是纠缠她，她嫌烦得很。如果不是碍于你和战印的好友关系，说不定海玲连门都不会给你开，还会放狼狗咬你呢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何必单恋一枝花？妈承认海玲是不错，可她不适合你。陆东明沉声说道：我就喜欢海玲，她现在不接受我没事，我愿意等，只要她一天不嫁给别人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1年也好，2年也行，甚至是10年，我都愿意等她。陆太太气结：10年？10年后你都快50岁的人了。陆东明无所谓地道：让我等到头发花白，我都愿意。你真的是想气死吗？清明好上坟。那陆太太被儿子气得半死。陆东明，就算你能成功的娶到海玲，妈不喜欢这个儿媳妇，你们婚后也不会幸福的。妈肯定会常常鸡蛋里挑石头，找海玲的麻烦，在你们夫妻俩制造各种矛盾误会的，除非你能跟我断绝母子关系。妈，我把丑话都说在前头了，你若是能与我拒绝母子关系，我就再也不管你喜欢谁追求谁。那陆太太说完，转身气呼呼地走了。陆东明也被母亲气得不轻，他就不明白了，母亲明明不讨厌海玲，怎么就是死不松口，不同意他和海玲在一起？他都还没有追到海玲呢，母亲这边闹得这么厉害，那是拖他的后腿啊。原本就不爱他的海玲，会被他母亲吓得更加不敢爱他，就不敢接受他的感情。陆东明抬头看了看，他没有再回到海玲的租房，而是走向自己的车子。上了车后，他就打电话给战印和苏南，约他们俩现在出来喝酒吧，也不管2个好友答不答应。他说完后就挂电话，然后把车开动啊。苏家。苏南看着已经被挂断电话的手机，半晌骂了句：我现在还在婚嫁中。老陆也叫我出去喝酒，他看看时间，离傍晚都还早着呢。陆东明发什么神经叫他出去喝酒？苏南想了想后打电话给战印，等战印接听电话后，他问：老陆有没有叫你出去喝酒呀？他受什么刺激了呀？打电话叫我出去喝酒，都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就挂电话了。我还在婚嫁中呢，他也来打扰我。战印，你有空不？你陪他去喝2杯吧。我去管城中学陪我老婆去。战印等他说完后说道：刚刚也给我打电话了，也是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就挂电话了。不用问，准是他追求我姐时，又被他妈妈阻拦，母子俩肯定又闹了一回。就陆太太呢，固执不愿意成全。虽说陆东明也强势，可那毕竟是他的母亲，那陆东明为此也是苦恼不已。战印在心里腹诽，他大姨姐都没有接受东明的感情呢，陆太太这样上下跳着阻拦，影响的是母子关系。苏南皱着眉：你大姨姐不是没答应老陆吗？她都说了，她不喜欢老陆，对老陆没有半点想法。陆太太这样折腾有什么用？就因为我姐对东明没想法，她才折腾，希望能让东明死心。战印叹口气：喝2杯就喝2杯吧，我们也劝劝东明放手吧。他是跟陆东明说过的，若是海玲一直不接受，劝东明不要纠缠不休，那避免最后就连朋友都没得做啊。他和陆东明是多年好友，铁交情，这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的。以战印对陆东明的了解，他当然盼着陆东明和海玲能够在一起，那样海玲的下半生都会幸福快乐。但是陆太太的坚决反对，态度越来越恶劣。
战印就不支持陆东明和海玲在一起了。苏南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东明是什么脾性？我们都清楚，越是阻拦他，他越是不放手。他骨子里头有着叛逆，除非是他自己愿意放手，否则我们谁也劝不动他。就算海玲离开，陆东明都不会死心，不会放手。就他只会走遍天涯海角，都会把海玲找回来。海玲也是看清楚事实，故而没有想过逃避，避无可避啊。他能做的就是搬租房了，让陆东明不能天天跑到他的租房里。”战印同样沉默了。用苏南的话说，他们和陆东明认识那么多年，对陆东明非常了解。陆东明看着粗犷，似是大大咧咧的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无所谓一样。就其实他对待感情很执着。海玲一辈子不再嫁人，陆东明就真的会为了她一辈子不娶。那海玲若是嫁了别人，他依旧会一辈子不娶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就娶不到自己想娶的女人，他宁愿单身一辈子。你要是分不开身，我去吧。我去陪陪他。战印体贴苏南还在婚嫁中，沈小军又怀孕了，苏南肯定没有心思做其他事情。苏南说道：“小军在书店里，我安排了保镖保护他。”我也没什么事，一起去吧。战印嗯了一声。结束通话后，战印看向坐在沙发上看杂志的爱妻。海童并没有留心听两个人的通话，只隐约听到几句，猜测是苏南打过来的。战印静静地看着海童，觉得他专注地看着杂志的时候，有一股恬静之美。他的老婆虽说天生丽质，不过在他爱的滋润下，她是越来越漂亮，气质也是越来越好。是他的功劳。起身，战印绕出了办公桌，朝海童走过去。听到脚步声，海童抬头看向他。婉儿问他忙完了，要为晚上的活动做准备。他过来等着战印一起回家的。来的时候，战印还在忙，他便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了。还没有。战印走到他的面前，并没有坐下，而是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怎么了？老夫老妻了。海童一下子就察觉到战印有心事。他合上了杂志啊。东明约和我苏南出去喝2杯，我向你请示一下。海童笑，他起身帮战印理了理衣衫和领带。你想去就去，不用向我请示的，只要你没有喝醉就行。他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，就算喝了酒，保镖也会把他送回来。不用担心被其他女人捡尸啊。无端端的，陆总怎么约你们俩喝酒？他又和陆太太吵架了。陆东明和陆太太要是吵架，就必定是因为他姐姐。那战印不说话，等于默认了。海童抿抿嘴后问战印：“能劝陆总放弃吗？”他叹气：“陆总是挺好的，但陆太太反应激烈，始终无法接受我姐。而且我姐也不想和陆总发展下去，但是陆总并不放弃。他和你又是铁哥们，我姐又不敢太过分。我和苏南刚刚也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感觉希望不大。”海童不说话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他收到了姐姐发来的信息。海玲在信息里告诉妹妹，她找到了新的租房，打算现在就搬家，并告诉她新的租房在高档小区里，安保级别很高，虽然房租也很贵，但为了不让陆东明天天来他的住处，海玲愿意多花点房租钱。除了搬租房，海玲还告诉妹妹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，2名店员都是实在人，也能接手他的活儿。他决定给2名店员再加一点工资，交由他们打理认你时。就他减少去认你时的次数，就算去了，那也是选择在8点过后再过去看看。就陆东明都是在8点之前去认你时吃早餐的，他错开时间就能避免与陆东明见面。海玲请求妹妹帮帮忙。看完姐姐发的信息后，海童在心里叹口气啊。姐姐终究是被逼得走上了逃避这条路。
若不是她嫁给了战印，战家在管城，她也会留在管城生活。姐姐可能真会如陆太太所愿，带着洋洋悄然离开管城，远离陆东明。哪怕陆东明走遍天涯海角，也会把海玲翻出来，但是需要时间的。海童回复姐姐，尊重并会帮助姐姐做的任何决定。姐发来的信息，战印猜测是大姨姐。海童呢嗯了一声，姐说什么了？哇，你表情好严肃啊。我姐现在搬租房，她临时灵感的找到了新的租房，搬到东山小区去，那里是高档小区，安保级别高，没有出入卡不能进去，除非是小区里的住户带领着才能进去。搬租房不一定能避开陆总，至少能把陆总挡在东山小区外面。战印听完后，表情一言难尽。海童，战印，你别告诉我，东山小区是陆氏集团开发的啊？陆氏集团涉及房地产，的确是开发了不少楼盘的，是东明公司开发的楼盘，卖的七七八八的了，入住率也很高。旁边的东山别墅区和东山小区是一起开发的，那东明在东山别墅区里给自己留了一栋大别墅，小区里的人不能过别墅区，但别墅区里的人可以过来啊。那里的安保级别是很高，东明请的安保人员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，绝对合格的安保人员。海童，我姐这样岂不是自投罗网啊？搬租房搬到了陆东明的地盘上，这些有钱人呀，到处都有房子。战印说道，姐想换租房，我给她安排，在我们战士的地盘上，姐更安全一点。你跟姐说退租，不要搬去东山小区了。陆总问你的时候，你能守口如瓶吗？当然，就算东明查到了，我也不会承认是我安排的。我那么忙，哪里会管公司开发的小区房子租给谁这种琐碎的事？战印说到，东明也未必能查到，只要我不让东明查到，东明就查不到。海童相信战印，他能说出来就会做得到。我现在就跟姐说吧。海童打电话给姐姐，把东山小区是陆氏集团开发的楼盘告诉姐姐，让姐姐不要租那里的房子吧。他差点就自投罗网了。战印的帮忙，这一次海玲接受的很快。他跟妹妹说道，彤彤，你和战印说，千万要保密，不要让陆总知道。姐放心吧，他敢在我面前说出来，就不会出卖你的。那麻烦战印帮我安排一个住处，你跟他说房租要照收。行，我跟他说照收你的房租，不过收便宜一点。战印在一旁说道，姐，我会房租照收的，你放心住吧。他可以意思意思的收一点，免得大姨姐觉得是白住。